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杨紫谈流量明星，作品是肯定的，流量是回报。在我们看来，杨紫对她印象最深的还是杨紫的当红作品《家有少年》中小雪的呈现深入人心，让我们都爱不释手。不过，很像杨紫以小明星的身份出现，只是以小雪的身份被大众熟知。对于艺人来说，假设大众只是回忆他们的成名作品，而看不到他们的发展，那就是了可怕的。不过，杨紫并没有让大家失望，杨紫也在自己的发展道路上不断地走得更远。倒是想起了很久以前的古装奇幻《青云志》里的陆雪琪，充满了神话般的魅力。反日冲突剧《决战长沙》与霍建华联手，彻底破译了一部电视剧的家国情怀。杨紫越来越懂事了，她对进行中的人物同样有着自己的看法，塑造人物的能力也越来越接地气。这就是杨紫近来格外红火的表现，我们当然喜欢。事实上，为此杨紫敢于提及这个话题。其实杨紫最重要的还是一个有演技的正派艺人。她一般都很年轻，很有名，她有演技和流量。照这样说的话，这个流量对杨紫来说并不过分。然而，对于那些没有演技、没有人、没有能力的小鲜肉星来说，流量这个词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意义。我不知道，歌声与雷声并存，演技只要时刻保持淡定的表情，就可以过关整部剧。其他巨大的名称特性继续存在，但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追求他们。这很可能就是所谓的流量明星。三个没有星星，只有一张脸和没完没了的曝光。谈到杨紫被定性为流量明星的时候，她可以说是不太明白。之前很多人说她是青衣花旦，其实她真的是个艺人。无论如何，我不认为交通真的是一个令人反感的词。流量的理由是大家都喜欢你，无数小伙伴毫无疑问喜欢你，因为他们把你当成一个好榜样，所以说实话，你的义务会更值得关注。其实，杨紫能有这么大的地位，是因为杨紫自己的努力，杨紫对演技的不断追求，打破了挂名，不靠分，靠演技。同样是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和沉淀，以一鸣惊人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最终破案成蝶。02肖战和杨紫终于走到了一起，肖战想办法捂嘴嘀咕，李现是不是被冷落了？肖战和杨紫终于走到了一起，李现要哭死了吗？只是在杨紫上台领奖的时候，出现了一个小插曲。主持人谢楠无意间喊出了杨紫的名字，叫杨紫皇子，后来很快就明白是自己犯了错误，随后进行了修改。只是有大量的情节是主持人叫了一些不可接受的名字。难道不应该考虑在宿主的性质上工作吗？2019年对于杨紫来说无疑是一个守护年。亲爱的、爱慕的和我的毛克利小子都是年度10大热剧，更何况亲爱的、珍惜更是立下了73.5亿的播放量标准，在浙江卫视和神蛇卫视一起播出，同时破了一个。这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艺人第一次打破2个频道中的一个，在年度节目系列中排名第2。杨紫果然名不虚传。对杨紫来说，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聚会。从到再到，每场演出的成功绝非偶然，是她小心翼翼的翻译，以出众的演技征服了众人。就表演而言，她肯定是一位多产的艺人。一年播出几部电视剧，每一部都是用心演绎，这都是她应得的荣誉。网传杨某被认为痴情，女方是同类组织的楚然，相隔8年，引发网友热议。截至我知，越来越多的媒体爆料被揭穿，网民的注意力也被转移了。于是，原本牵挂的汪小菲和大 S 的名气开始一落千丈。这2天，夏妹看到了很多顶级工匠公开感情和私生活的报道。12月7日，杨某没救了。娱乐记者揭开了他的恋爱生活。导流记者在泄密事件中，一开始并没有点名艺人，只是告诉网友，这个人姓 Y， 是一名有效进入人群的视野，靠的是老照片。1995后小花之一。
此外，该记者还表示，该男子和他的爱人都在一个类似的组织工作，尤其是该男子可以看作是该组织主管的一部分。虽然现在媒体上姓 Y 的艺人为数不多，但能和古风小花扯上关系的却不多。没过多久，一些人就把矛头指向了王楚然和杨某。是同类组织的工匠，杨某同样持有该组织的具体。而且，王楚然因为拍老作品已经有了很大的名气，所以他从根本上肯定了传出去的可能。网友们整理出对比明星后，立马被分成了3组。其中一个觉得两人在一起很般配，而另一个在官方宣告之前就已经开始了。最后一个鼓励他们分开的人是保持沉默，并决定坚持等待权威消息。这几年，杨一直在埋头工作，在媒体上的口碑还不错。然而，也许由于他迷人的特征，总会有愤怒的声音。像他这样的人根本不在乎他的关系。算起来，杨今年31岁，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。大家比较担心的主要是王楚然和杨某之间的年龄差距。要知道，王楚然作为一个15后的小花，比杨还年轻了8岁。虽然单论颜值，两人是非常般配，但很多人都强调，稍微大一点的年龄反差会让两人结婚更晚，思维和对应会有问题。此外，两人在媒体上的情况也很独特，尽管未获肯定，但不少网友已经开始表示反对。根据目前的情况，很难说他们会因为外部压力而分开吗？很显然，现在随着人们思想的进步，假设两个人是真心相爱的，我相信大家会慢慢承认的，很像当年的鹿晗和关晓彤。不过，后面的妹子倒是觉得网友们在吃瓜的时候就随便看看吧。综上所述，泄露秘密的娱乐记者想不出任何有意义的证据。杨与王楚然的谈话也无疑会影响到杨与王楚然的职业与生活。总之，大家其实都相信杨在事业上同样可以遇到自己喜欢的人。绝世绝尘2宣告，周冬雨、徐凯回归，杨幂、迪丽热巴出演。地久天长的绝尘2在第1段快结束的时候被报道，但当时并没有开播的安排，所以在经历了一段漫长的艰难岁月后就消失了。时隔18个月，该剧再次提上日程。日前，爆料天长地久的绝尘2已被列入影视计划，还是星灵小说的改编版，但已不再老，还是百说上神，并进一步宣布了粗略的开始时间和竞争对手。显然，万古绝尘前段是以上古和白绝为主线的故事，而后段则是以田七和月迷白说为主线的故事。所以在这部地久天长的绝尘2中，主角再也不会是周冬雨和徐凯了。周冬雨和徐凯的上古和白绝虽然现在不是天涯绝尘2的男主角，但其实戏份很多，很像曾经演过田七的刘雪怡和罗秋云和月迷。就这样，在后面的部分，他们原本就肯定了回归。本以为随着周冬雨和徐凯的到来，不久将成为天启和月迷的男主角的刘雪怡和罗秋云也将回归，然而突然之间又出现了2位新的后起之秀，他们就是众所周知的杨幂和迪丽热巴。对于杨幂和迪丽热巴这2位艺人，大多数人应该都格外熟悉。总而言之，他们都是出道时间长的实力派艺人，无论是颜值、演技、名气、流量，都名列前茅。此外，经过长时间的演戏磨练，无论是男主杨幂还是女主迪丽热巴，在对戏的整体把控和人物的转移塑造上都有了明显的提升。这应该在他们最近出现的进展中可见。虽然最近刘雪怡和罗秋云的进步也普遍出色，但对比之前红极一时的杨幂和迪丽热巴，还是有些差距。因此，对于即将上映的《绝世绝尘2》中驾驶职业的差异，大家可以略微感叹一下。截至目前，这部《绝世绝尘2》的开播已经有了初步的消息，4位主要角色的竞争者也已经官宣。虽然刘雪怡和罗秋云的缺席令人遗憾，但杨幂和迪丽热巴的加盟永远不会太可怕了。你对此有什么看法？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